真是壮观呐！哈，李爱卿，你竟然在99天之内修成这晋阳宫，比朕要求的还少1天，了不起，真是了不起！这都是皇上暗中鼎力相助，李渊愧不敢当。当初朕让你100日修功，可是人人都说你李渊会谋反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如今攻城，足可以见得爱卿对朕的忠心。与这宫殿一样，与日月同辉。谢万岁褒奖。修建晋阳宫有赖于众人的齐心合力。这其中，皇上派来监造的钦差大人宇文大人应居头宫，魏先生运筹帷幄，应变自如，应居2宫。2位爱卿，不负朕的希望，同心协力辅佐李渊，修成这晋阳宫，朕倍感欣慰啊！回京之后，2位爱卿晋升3级，赏银1000两。谢万岁！魏征，还不赶快磕头谢恩！皇上，修成晋阳宫，魏征没有功劳，宇文大人更没有功劳，既不该升职，更不该奖赏。你胡说什么？说下去。第1大功当属宇文恺。万岁，魏先生所言甚是，没有宇文恺，虽千万人也无用武之地呀。来人，选宇文恺。选宇文恺。参见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啊，大师年迈，不必拘礼，请起。谢万岁。100日修功，你为朕遮风避雨，为大隋立了栋梁，朕不会忘记大师的功绩。论功勋，老朽只能排第9。大师主持修建的晋阳宫，你不数第1，那谁数第1呢？2公子李世民。李世民，当日小女被人绑架，要不是李世民相救，老朽什么也干不了，也就谈不上晋阳宫了。啊哈，说的也是啊。世民呢？如果没有你，朕就少了一位后宫娘娘。就凭这一点，你就应该居头宫。万岁，李世民不敢居宫，皇上应该嘉奖另外一个人。好，哼，你让我让你，你说的又是谁呀？一个盗虎符的人。若曦罪该万死，请父皇恕罪。皇上，公主盗牌运粮，才能使晋阳宫即日完成，请皇上恕公主之罪。公主功在社稷，请皇上嘉奖。请皇上嘉奖。按照诸位爱卿的说法，公主不仅无罪，而且还有功啊！万岁，公主偷盗虎符，那是为了大隋江山，无过有功啊，应该奖赏。好，盗符有罪，运粮有功，功过抵过。哼，这件事就算扯平了。若曦啊，你看父皇这样做好不好？谢父皇。万岁，晋阳宫落成了，应该筹办公主的婚礼了。你说的对，朕就是为了这件事而来的。李渊，臣在。朕命你主持大婚庆典，不得有误。臣
遵旨。若曦啊，陪朕到处看看。往后呢，这里就是你的新家了。刘先生，为何约我来此地呀？因为我想跟国公好好的聊一聊。跟我聊什么呀？这儿风这么大，不如我们回到府中，我让人准备一些好酒，陪先生彻夜长谈，不行吗？不用了，我怕隔墙有耳。99天修成了一座晋阳宫，真是不容易啊。哈哈，总算是完成了。真要好好感谢刘先生才是啊！我一不能挖土，二不能画图，何必言谢？公主都跟我说了，借虎符、三军借粮，可都是刘先生的计谋啊！文静今日又有一计，不知国公肯不肯听？刘先生是张良在世，孔明复生，刘先生的话，李渊岂敢不听啊？国公。是时候了。是什么时候了？弑君夺位。你胡说什么？杀了皇上，自立为帝。放肆！怎么了？张良的话国公不敢听，孔明的话国公不敢信。刘文静啊，刘文静，你究竟是什么人呢？一个选择民主、认清时事的智者。你既然劝我造反，当初为什么盗陵借粮？助我修宫，时机未到要忍，时机到了要狠。前后99天，时机有什么不一样啊？现在我把所有的兵力都投入了攻城，大家疲惫不堪，军力有减无增。你现在让我造反，你是不是疯了？99天已经有了翻天覆地之变。有了什么变化？我怎么看不出来啊？99天前没有这座晋阳宫。一座晋阳宫已经让我耗尽了精力财力，要我休养生息，至少也要1年半载。你现在要我造反，岂不是以卵击石？晋阳宫落成之前，皇上在哪里？在京城。如今皇上在哪里？当然是在晋阳宫了。错了。难道皇上不是在晋阳宫歇息吗？皇上在国公掌握之中。当初我也主张修晋阳宫，因为有了宫城，皇上才会相信国公，才会到太原来。不，我不能这么做。国公仁慈我早已料到，不杀他也可以。国公听过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句话吧？你让我学曹操，学那个被后人唾骂的千古罪人。皇上在这，宇文化及也在这，只要国公将他们软禁在晋阳宫之中，这天下就是您的了。刘文静，你说这些话是大逆不道，劝你还是闭嘴，以后不要再提了。国公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100年难得一遇，国公要抓住机会，建立李家的江山呢。你错过了这个机会，国公会后悔莫及的。不要再说了，国公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，把握机会的是英雄，错过机会可是狗熊。住口！再说我砍了你！国公有胆使剑，可惜砍错了头颅。先砍宇文化及，半年之后再砍杨广。国公，不要辜负这柄宝剑呢。国公留步，公孙万岁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哎，那边正一点啊，别歪了。对，再上去一点。哎，二公子，是你啊！你看，这里变得多漂亮。二公子，这些粗活你让下人做就好了。你快下来，别摔着啊！我大哥的婚事，我能不帮忙吗？哎，彩条给我拿一个。是。我知道，
你心里还是很喜欢他。我去禀告皇上，叫他不要拆散你们。龙儿，别闹了。如果让皇上看见你，他不会饶了你的。我不管那么多了，只要你开心，你要我做什么我都愿意的。龙儿，你为什么要对我那么好呢？我没有啊。有一件事，我还是希望你能够答应我。二公子，别说是一件事了，就算是10件事，我也会答应你的。你当我妹妹好不好？妹妹。我一直都希望能有一个陪我谈心的好妹妹。你以后不要再叫我二公子，叫我二哥吧。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我可能会出家当和尚。你要出家当和尚？等我大哥成了亲，公主就会是我的嫂子，我肯定会常常见到她。我怕，我真的好怕。你怕什么？我怕我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，我怕只要我眼睛一看到她，就再也移不开了。但她是我的嫂子，我不应该也不能这么做。世民，我刚和爹商量过了，等我成了婚之后啊，我还留在家里不走了。什么？你们要住在这儿？是啊，这人多热闹嘛。再说啊，我也不想去什么驸马府嘛。好啊，这样我们几兄弟可以朝夕相处了。是啊，其实啊，我也舍不得你和元吉嘛。哦，对了，还有龙儿啊。恐怕公主会住不习惯这儿吧？啊，不会，公主和世民这么熟，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踢球去啊，这多好玩啊！世民，你说呢？好啊，很好啊。好吧，世民，那你就在这忙吧，我到前面去招呼客人啊。啊。公主，建林，你坐吧。好漂亮的凤冠。公主，你看上面镶了36颗红宝石，颗颗都是世间精品呐。父皇真是大方。皇上说了，后宫佳丽3000，没一个能比得上建林姑娘，所以皇上要用最贵重的礼物迎娶新娘娘。婚期定了吗？7日之后。7天。7天之后，你就要成为父皇的妃子了。奴才告退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，公主。建林，你真的愿意嫁给父皇吗？当时是为了救你才把你接进宫来，没想到这既救了你，却也害了你。公主别这么说，建林无怨无悔。可是你是情非得已，我知道你是因为想帮助李家修建晋阳宫才答应嫁给父皇的。公主说错了，我并非是帮李家，我要帮的是大隋啊。大隋，身为大隋子民，建林愿意牺牲小我的幸福，完成大我。公主不也是为了大隋才打算嫁给李建成的吗？7天，7天之后，你我都将走进生命的另一个阶段。不管是好是坏，是悲是喜，我们都回不了头了。不，我不要，我不要嫁给李建成。公主，建林，我已经想了好多天了，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。如果父皇一定要逼我嫁给李建成，那我就只有死了。公主要三思啊，大隋需要李家，皇上更需要公主这段婚姻来维系和李家的交情啊。李家又不是只有李建成一个人，我干嘛非得嫁给他？你是说
你想嫁的人不是李建成，是李世民。不管是谁，只要李家人就好了。你快去跟你父皇说呀。可是诏书上已经写了，大驸马是大公子李建成。不如我去求皇上，请他改一下诏书。真的，建宁，你愿意帮我去求父皇？君子有成人之美，更何况李世民也是李家人呐，皇上没有不答应的理由啊。太好了，建宁，建宁，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，我要亲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李世民。哟，老魏，这么晚了还没睡啊？我在等你啊。等我？够朋友，走，我请你喝2杯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是上哪儿去了？猜猜看，赛诸葛。我如果没有说错的话，你是去找李渊了吧？佩服。那你再猜猜看，我找他干嘛呢？你不会去问他借钱吧？啊，要借，也要跟你借。唉，你一定是去劝李渊先杀了宇文化及，再杀了杨广，对不对？真不愧是同门师兄弟，我的每一步都被你料到了。你是不是疯了啊？你怎么可以出这样的馊主意？我没疯，因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机。狗屁好时机！你这分明就是要陷李渊于不忠不义呀！管他什么忠义，只要李渊做了皇上，你我的荣华富贵就到手了。不忠不义就不能令天下幸福，这样爬上龙椅也不会长久的。做天下靠的是武力，不是忠义。秦始皇以武力取天下，他又做了多久的皇上呢？我们不能让李渊走这条路啊！李渊错过这个机会，可就没戏唱了。不，据我的估计，好时机会在3个月之内出现。3个月？你是怎么算的？3个月之内，宇文化及一定会杀了杨广。哼，老魏，你是做梦吧？宇文化及是杨广的走狗，他是依靠杨广而生存的，他怎么会杀了自己的主子呢？哎，最了解主子的就是他身边的那条走狗。一旦主子不再是他的靠山，那么第一个咬他的就一定是那条狗。好，就算宇文化及杀了杨广，那天下第一功被他得了，李渊得什么呢？谁杀了杨广，谁就是天下第一大罪人。到了那个时候，李渊出兵收拾宇文化及，就是立了天下第一大功啊！这，怎么样？我这一计很绝吧？不错。这样一来，这不忠不义之名就安不到李渊头上了。老刘，你还是比不过我呀！啊，你这一计倒也不差，不过就是太慢了。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夜长梦多吗？哎，要做大事业，就要学会一个忍字啊！像你这样毛毛躁躁的，会丢师傅的脸的。我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。哼！哎，老刘，我警告你啊，不要再去李家胡乱煽动了，以免走漏风声啊。老魏，你怕宇文化及，我可不怕。老刘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轻举妄动。好，你说宇文化及会杀杨广，万一到时候他要是不杀怎么办？我就会用计逼他杀。哼，既麻烦又费事。你这个人永远是这样，学的竟是师傅的毛病。老刘，我不跟你说。哎，你就这么走了？哎，这酒总应该喝吧？唉。世民，世民，公主，龙儿，这么晚了，你来这儿干嘛？我来找世民啊。二公子他不在。那我就在这儿等他。
若幻若真，惜情惜意，若幻惜情。这是市民写的。是啊，龙儿，你看，只有一个若字，又有一个惜字，他写的是我的名字。若幻若真，惜情惜意。龙儿，这8个字是市民写给我的。不，我认为这个情字是写给公主的，可是这个义字是写给大公子的。什么？为了兄弟之义，二公子会割舍男女之情的。龙儿，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我已经想好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，我来就是要告诉市民的。什么办法？建灵太已经答应我，帮我去求父皇，把驸马改成市民。改？这怎么能够改呢？傻丫头，父皇他想要的是杨李联姻，所以只要是李家人做驸马就行了，管他是李建成还是李世民呀。公主，你不能这么做。当然可以了，而且只要是把一个大字改成2就行了。大字改。这下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开心了吧？龙儿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？赶快去帮我找世民，我要亲口告诉他这个好消息。怎么会这样？二公子，龙儿，二公子，龙儿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？告诉我，我帮你出口气嘛。哦，没什么，是我自己心情不好。对了，若曦公主来找你了。她在哪儿？她在你的房里。龙儿，公主有没有跟你说她找我什么事？她没说。我想，她是想在上花轿之前再看二公子一眼。二公子，你快去看她吧，你不要辜负她对你的一番情谊啊。二公子，你放心吧，我会在门口看着，我不会让大公子发现你们两个在一起的。不行，我不能对不起我大哥。二公子，两情相悦是没有什么对不对的，你应该勇敢的去告诉大公子，叫他退让才对。你呀，不应该为了手足之情而牺牲了自己的性命。不要再说了，龙儿，你去跟公主讲，就说找不到我。为什么？照说就是了。二公子，对不起，我不是存心要骗你的。夜深了，皇上怎么还不安歇啊？朕睡不着啊。皇上有心事吗？其实朕呢一直在想，这李渊这个人呢，真是不简单，竟然在100天之内修好了晋阳宫。可想而知，天地之下还有什么事情他做不成的呢？臣妾恭喜皇上，贺喜皇上。哼，朕喜从何来啊？朝廷有此贤臣，是皇上之福，大隋之幸啊。这么说，是朕多虑了。哈哈哈哈！来，坐。皇上在看什么书啊？汉书。汉书？皇上怎么看起汉书来了？哎呀，朕在想啊，这个昭君宁可牺牲自己，和亲藩邦，可以称得上为天下第1奇女子啊。皇上若是昭君之父，会怎么做？昭君之父？皇上会让自己的女儿远嫁他乡吗？
昭君之父怎么想，并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，昭君她自己怎么想。昭君，自古以来，有多少文人墨客把昭君出塞都写成了悲剧？难道不是吗？啊，这真是昭君的想法吗？皇上认为他会怎么想？昭君出塞，使得汉匈两家化干戈为玉帛，使得百姓得以和平，使得天下无数苍生免于涂炭。这是多么大的功绩呀！我想昭君在天之灵也会倍感欣慰。皇上见解精辟，果真是读活了《汉书》啊！可天下的百姓却都说汉元帝昏庸无道，他们哪知道做皇帝的苦衷啊！建陵明白。你，建陵啊，要是若曦有你一半明理就好了。可是她呀，被朕宠坏了，脾气又倔得不得了，朕说什么她都不听。其实皇上错怪公主了，公主她很懂事的。你说什么？她跟我说了，为了她的父皇，她愿意嫁入李家。她真的这么说了吗？她愿意嫁给李建成？不，她同意嫁入李家，但不是嫁给李建成。不嫁给李建成，那她嫁给谁啊？公主想嫁给李家二公子李世民。其实这个小子啊，朕也挺喜欢他。这么说，皇上是同意公主了？不行啊，朕已经下诏，不能更改。皇上只需把大改为二，没那么难吧？君无戏言呐，朕已经下诏了。皇上虽是一国之君，可也是为人父母啊。为了子女的幸福，修改诏书，建陵相信百姓会谅解的。区区伯礼，公公笑纳呀！哎呦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你我都是自家人嘛。谢谢大人。张公公，宇文建陵找皇上有什么事啊？他跟皇上说，公主想要嫁李世民，请皇上重下诏书。那皇上同意了没有？皇上没有什么表示。不过以小人看，皇上基本上是答应了。皇上真是隆恩浩荡啊！大人，天色不早了，小人这下就要告辞了。好，公公，大人，谢谢大人。恕不远送。谢谢大人。恕不远送。爹，我不明白您什么意思，您为什么给他银两啊？这个你就不懂了。这条消息价值连城啊！我不懂，反正他们都是李家的人，公主嫁给谁不一样啊？那不一样，而且我要让她换不成。嘿，爹，你看你费那么大劲干嘛呀？二桃杀三士的故事，你听说过没有啊？二桃杀三士。没有，没听说过。你呀，多读点书。这个故事记载在《晏子春秋》。齐景公手下有3个勇士，可都是他的心腹之患。欲除掉他们，可是谁也杀不了他们。大谋士晏子献上了2桃，经过巧妙的煽动和挑拨离间。结果这3个勇士中了计，都自杀了。不懂。这公主就是这个桃啊，这个桃可以挑起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相互残杀。世民，公主，世民，龙儿，
世民呢？你没有把他找来啊？我找到他了。那他人呢？他不想见公主。你说什么？二公子说，他不能够私底下见自己未过门的嫂嫂。哎呀，龙儿，你没有跟他说吗？父皇答应为我们改诏书，我不会是他的嫂子了。我说了，可是二公子说……他怎么说？他不能夺哥哥的妻子。公主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李世民呢是个把义字看得比情字还重的正人君子。那叫他来见我，快去。他不会来见公主的。那你就跟他说，他要是不来，我就在这等他，我看他躲到什么时候。二公子说，他要等大公子跟公主成婚之后呢，他才会以小叔的身份来拜见兄嫂。李世民，你太过分了。公主，我看你还是先回去吧。夜深了，要是公主不回去的话，我怕二公子会被逼得不敢回来了。龙儿，你去跟李世民说，他人命我不认，我会再来找他的。刘先生，到底什么事情？不知道元吉公子注意到没有，皇帝身边的人数不多啊。这我知道。哎，你怎么关心起皇上的侍卫来了？我要元吉公子立刻组织一队精兵，包围晋阳宫。先生要我去保护皇上，这关我什么事？不，我要元吉公子立刻将那帮人马全部缴械。你说什么？我要元吉公子把皇上软禁起来。你是要我造反？不是造反，正确的说是挟天子以令诸侯。挟天子？那还是造反呢？元吉公子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你可千万不要错过。这件事情，你跟我爹还有我大哥商量过没有？国公举棋不定，说了也等于白说。至于大公子，他一心想当驸马，恐怕也听不进我的话。是啊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，不是闹着玩的。也难怪我爹和我大哥会不答应。我想请问元吉公子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反贼四起，可是为什么没有一个反贼能成气候？他们缺少一杆大旗。元吉公子真知灼见，不错，他们就是缺少了一杆大旗。元吉公子认为谁是这杆大旗？那当然是皇上。说得好。三国鼎立，曹操的手里就是有了汉献帝，所以他的力量最大，版图最广。先生不会是要我爹去做曹操吧？那又何尝不可呢？元吉公子不要忘了，曹操死后，他的儿子就当了皇上。对啊，这么说，我大哥也可以做皇帝了。大公子哪有元吉公子的魄力？再说了，夺了江山之后，太子谁当还不一定呢。皇上，大臣们都在外面跪着呢。怎么了？皇上何不出去看看？他们想干什么？啊，他们听说公主即将和李建成成亲，特地赶来道贺的。哼，真是麻烦。怎么了？朕已经答应公主，把驸马改为李世民了。哎，皇上，这怎么能行啊？诏书上明明写的是驸马李建成啊，眼看婚期就在眼前，
皇上改了诏书，这传出去对公主的声誉极有影响。怎么会呢？再者说了，这是公主让朕改的。自古烈女不嫁二夫，公主是皇上的爱女，岂能不做天下妇女的典范？再说，国家多难，反贼四起。老臣本想借公主的婚事冲一冲喜，眼看这婚事也办得不顺，真叫老臣是忐忑难安呐。爱卿说的对，可这公主喜欢的是李世民。爱卿啊，你再替朕好好想想，难道就没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吗？容臣想一想。好。你去找李渊，再想想办法。臣遵旨。这些人啊，真是可恨。该来的时候不来，不该来的时候倒全来了。你发什么呆啊？胭脂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去我的房间好不好？我去你房间干嘛？你帮我看看里面有没有人。你房里有贼啊？放心，交给我，抓贼啊，我最在行。没人呢。你耍我啊？里面根本就没有贼。喂，你在躲谁啊？我在躲你。情为何物啊？情是杀人的刀，爱是何物？爱是断肠的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哈哈哈哈哈！宇文大人，怎么有空来喝茶呀？我是道喜来了。道喜？喜从何来啊？哈哈哈哈！这李家要造反了。一代李渊当了皇上，你和刘文静就是开国的功臣呐。这难道不是大喜事吗？
我就听说过这喝酒会喝醉人的呀，第一次看到喝茶也会把人喝醉呀。老夫说的话即将变为现实，魏先生不妨等着看吧。哎呀，宇文大人，你是不是在跟我打哑谜啊？哎呦，魏征愚蠢，一句也听不懂啊。魏先生，你是真不懂啊，还是装不懂啊？这个刘文静正在煽动李渊，趁皇上在太原的时候，将皇上软禁，以挟天子而令诸侯。宇文大人的情报可真准呢！老刘的确是劝过国公和大公子，不过他们父子俩正在受争宠。哎呀，谁愿意放弃这已经到手的荣华富贵呢？他们两人不肯，那其他人呢？二公子李世民空有机智，但无野心。至于这个元吉公子嘛，纵然是有野心，也缺少那份机智，恐怕他也是不敢的吧。哼，魏先生对李家的家人了解的可谓不透啊。士为知己者死，我魏征蒙国公器重，岂敢不鞠躬尽瘁呀？一个人若被了解，那就不足为虑；如果不被了解，那才是我真正的对手啊！宇文大人这么聪明机智，在满朝文武当中，我真的是猜不透，还有谁您看不透啊？有啊，谁呀？你，我。魏征又有何德何能呢？要宇文大人这么劳心费神？哎呀，你太抬举我了。请问魏先生能否考虑呀？请来东都为老夫效命，一旦得了天下，华吉将与魏先生分享一切。宇文大人，如果魏征我是个贪财的人，我想我今天也不会在这里了。我就料到你这样回答我呀。那大人又何必拿这些东西来试探我呢？这就是所谓的不死心吧。啊？好一个富贵不能淫，威武不能屈的魏征啊！来，老夫借花献佛，来，敬你一杯清茶。大人呐，您抬举魏征了。看来这盘棋的结局已经分晓。哦，谁胜谁负啊？哎，你胜，我负。哦，宇文大人就这么肯定啊？因为我的背后仅仅是皇上，而你的背后却是整个李家。大人言重了。如今天下大乱，虽有什么32烟尘、72草寇，可是将来得天下者必是李家。哦，宇文大人就这么肯定？当然，李家得了天下，这建成必和李世民争斗。那时候，希望魏先生站在李世民一边呐。李家兄弟情深，我想大人应该是多虑了吧？不，这个李世民雄才大略，具有帝王之相，他才是我真正的对手啊！宇文大人，如果你这么器重二公子，你何不助他一臂之力呢？不，我是小人，行的是小人之道，而李世民那儿只容得下正人君子，我的那一套在他那里使不开呀。大人真是一针见血啊！来，大人，还是我敬你吧。啊，有你这样的对手，华吉我受益匪浅啊。魏先生，魏先生，
哎，胭脂你怎么来了？魏先生，哎，你怎么跟他在一起喝茶？嗨，我和宇文大人虽然政见不同，可是茶道相近呢，喝茶又怎么样啊？哎，你来。哎，胭脂，不可以在宇文大人面前那么没礼貌，有话就说嘛。我有急事跟你说。啊？哎，回去再说啊。我知道胭脂姑娘是为谁而来呀？你知道？我为谁啊？李世民呢？你怎么知道？建成和公主结婚，这李世民是异常痛苦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先生，你赶快回去劝二表哥，我看他都快发疯了。在下先告辞了。好，请。大哥，刘文静说的很有道理啊。渊景，这可不是开玩笑的，你千万不要听姓刘的胡说八道。可是大哥，你就不想让爹当皇上吗？想，当然想。可是那就没什么可是的，是就是，不是就不是，一句话就得了嘛。如今皇上对李家宠信3分，连对我爹都要让3分，我们何必多此一举，大动干戈呢？可是刘文静说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如果错过了，咱们李家以后就永远不能翻身了。刘文静这是危言耸听，想陷李家于不仁不义。可大哥，行了，唉，现在家里事很多，你呀就别给大哥添乱子了啊！大哥，公主，公主，他们会在这干什么？回公主，他们是在恭贺公主大婚呢。这不是啊！父皇！哎，公主。哎，父皇呢？皇上他刚刚还在这儿，这会儿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张公公，你是父皇身边的人，他去哪儿你怎么会不知道？回公主，皇上是心里闷得慌，想一个人出去走走，不准老奴跟去的。皇上，可以出来了。他走了。走了。哼，上苍保佑啊！想朕乃是一国之君，竟然也有不敢见的人。这个不敢见的人，竟然是自己的宝贝女儿。哼，说出去呀，是够丢人的。皇上，您为什么不敢见公主啊？朕这个宝贝女儿啊，让朕改诏书，把这驸马爷改成李世民。诏书既然下去了，是绝对不能更改的。也难为皇上了。先生，你怎么吹起唢呐来了？哎呀，大公子要当驸马了，我来贺一贺呀！啊，堂堂亲命大臣，用不着吹唢呐吧？哎，大公子要当驸马了，这下可好了，李家和皇上成了亲家，以后的荣华富贵、金玉满堂啊，躺着吃都吃不完哦。魏先生，哎，我是替你们开心呐，以后我魏征可好了，那皇粮也不用吃了，上你们李家混吃混喝的。
现在呀，把唢呐练好了，没准以后呢还能上台演奏嘞。先生，你在挖苦李家？哦，我是巴结都来不及，怎么敢挖苦呢？你瞧瞧你们李家，啊，多忙碌啊！有人是忙得成亲，哎，忙得乐昏了头了；有人是忙得伤心，哎，忙得断了肠路。各忙各的，谁还能管得了我魏征，看得见我魏征呢？啊！先生有话直说吧，我洗耳恭听。我要跟你说说《史记》，你愿不愿意听呢？先生，我你别紧张啊！我是看大公子挺忙的，大家都在忙，只有二公子你啊一个人在闲着，不如听听我给你唠叨唠叨一点《史记》，你还可以打发时辰呢。好，如果先生执意要说，我听就是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刚才呀，我跟宇文化及啊在一起喝茶，哎，他还夸奖你呢。他夸我？他说二公子你啊是百年难遇的一个英雄豪杰呀。英雄豪杰？他夸我干嘛？因为他瞎了狗眼。你骂人？二公子，你知道你在我眼里是什么吗？多愁善感，自怨自艾。在你眼里面，江山不如美人，兄弟不如红颜。哼！江山不如美人，兄弟不如红颜。不错啊，你瞧李家，大公子要娶亲了，每个人都在忙活啊，而二公子你呢？啊，愁眉不展，唉声叹气，给外面人听见了，还以为你们李家在办丧事呢。好了，我要跟宇文化及说他是有眼无珠，看错了人了。李世民不是那个拿得起放得下的英雄豪杰，是一个怨天尤人的懦夫。站住！先生教训的对，世民知错了。魏征鲁莽，请多恕罪。不，先生一语敲醒梦中人，世民该谢谢才是。看来我教你的《史记》呀，这是皇上的意思。国公猜错了，此乃公主之意。可是，这请帖都已经发出去了，也来不及改呀。区喜帖可以收回重发嘛，这有什么为难的呢？哼，大人说的轻巧，可是县城那儿，你以后让他怎么做人呢？说的倒也是啊，抢自己老婆的情敌，竟是自己的弟弟。哎，手足情深呐，当大哥的可以礼让弟弟，我想大公子他是可以理解的嘛。宇文大人，皇上做此改动，势必会引起犬子之间的误会，这妥吗？我也知道为难了大公子，可是公主对李世民他一往情深呐，连皇上都阻止不了他。国公，难道你也想让皇上作难吗？这下好了，皇上倒是不为难了，可是苦了我呀。哎，识君之路，为君分忧。国公这个道理不会不懂吧？这手心是肉，手背也是肉，你让我怎么跟建成讲呢？国公的难处我也知道，可是如今在众多的皇子皇女之中，皇上最疼爱的就是若曦公主，她就是要天上的星星，皇上也会摘下来给她呀。何况区的一个李世民呐！狗奴才！我已经问过别人了，他们说皇上一整天都在皇宫里，你说他躲到哪儿去了？你说呀！老奴该死，请公主息怒，公主息怒，公主。你才是该死！
公主，老奴不敢说，老奴不敢说。公主就别再为难张公公了。建林，你来的正好，给我评评理。这个死奴才竟敢跟皇上一起瞒我，你说他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公主？公主既然知道他是个奴才，自然就该明白，皇上对他怎么说，他就得怎么做呀。还是建林姑娘明智，请建林姑娘救救老奴吧。你说建林明理，就是说我无理了。不，老奴该死，老奴该死，老奴该死。下去吧，你们统统给我下去。多谢公主。怎么了？干嘛生那么大的气啊？世民他不肯见我，你去找过他了？我今天在他书房等了他一整天，他却叫龙儿过来跟我说，他怕人非议，说什么都不肯见我一面。公主难道没有告诉他，皇上已经同意修改诏书了吗？哎呀，你别提了，我就是因为这件事情生气。父皇明明已经答应你了，可是现在迟迟不肯宣布，所有的人都以为我要嫁的是李建成。有这种事？现在父皇整天躲着我，我一点办法都没有了。建林，我的好姐姐，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。要皇上同意公主和二公子的婚事，除非什么？你快说。除非让他亲口来求皇上。你说的是李世民？不错。当初皇上下旨把你许配给大公子，世人皆知。如今却要他修改诏书，对他来说，我是难以面对悠悠之口啊。不然，坦然对抗世俗眼光，一方面证实了他的勇气，皇上龙心大悦，一定会站在他这边的。建林，你说的对，如果我和世民一起去求皇上，他没有理由不答应我们的。我这就去找世民。姑娘，你找谁啊？去把你们家二公子叫出来。姑娘，你是？别管我是谁，快去把他叫出来。公主，你怎么来啦？胭脂，你也在这儿？公主，来找二公子的吧？他在吗？在。为了你的事情啊，我看他都快疯了。疯了？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还不是为了你那个婚妻，他又是撕纸，又是唱歌，又是喝酒的，吓死人了。咱们进去说吧。行。这二表哥一来啊，就站在这儿，一动也不动的。他站在这儿干嘛？什么也不干呢，就呆呆的望着那个喜字。我叫了他半天呢，他都没听见。胭脂，你帮我去把他找来好不好？好啊。公主啊，你坐这儿喝点茶，我叫家人弄点点心给你吧。不用了，你赶快去帮我把他找来就行了。哦。公主啊，这二公子见到你啊，我保证他的疯病一下子就没了。你少啰嗦了，赶快去把他找来就行了。知道了。回来啊！公主又怎么了？难道你不想见二公子啊？不是，胭脂啊，你别跟他说是我来找他。为什么？我怕他不想见我。怎么会呢？二公子这么喜欢你，怎么可能不肯见你啊？哎呀，我跟你说了，你也听不明白。公主，你太小看我了吧？我胭脂对付男人可有一套呢。这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到最后呢，闹得他们晕头转向，保证投降。胭脂听旨，听旨，令你速去把李世民找来，违职者斩，拖延者充军千里。充军千里？接旨。你这人走路怎么不长眼？大公子，是我不好，我走路不长眼睛。就知道是你胭脂。对了，大公子，你有没有见到二公子啊？世民？你找他做什么？不是我找他，是公主找他。公主？哼，你又在编瞎话吧？我什么时候编过瞎话？真是公主找他嘛。哼，公主何等身份？她要是来的话，一定会有人来通报一声的。就是我来通报啊。公主真的来了？那当然，我骗你我是小狗，公主在喜堂呢。那你干嘛不早说呀？哎呀，糟糕，公主找的是二公子，我怎么把大公子给送过去了？哎呀，完了！
世民，公主，建成参见公主。起来吧。谢公主。公主怎么会突然跑到这里来了？啊，这些都是我叫下人日夜赶工为公主布置的，不知公主是否满意啊？你满意就行了。公主，建成能和公主结为夫妻，这是建成这一生中最大的骄傲。建成不善言辞，也不会说什么甜言蜜语的话来哄公主开心。不过建成可以向公主发誓，一定会让公主过上最快乐、最幸福的生活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我今天来就是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说。公主请说。我们曾经单独见过面，有过一次不太愉快的谈话。公主说的是？我那个时候不是公主，是卖糖葫芦的水粉。这建成有眼无珠，冒犯了公主，请公主恕罪。起来吧，不知者不罪。况且当时你也是为了市民好，不是吗？谢公主。若曦想求大公子一件事。公主尽管说，只要建成力所能及，建成一定会万死不辞的。我想请大公子取消这场婚礼。公主，大公子，其实你心里应该很明白，若曦心里早就已经有了别人，并且今生今世我非他不嫁。世民知道公主的心思吗？他知道，可是他不忍心伤害你，不忍心伤害他一直都敬重的大哥。他把所有的痛苦都隐藏起来，躲着不肯见我。那公主想让建成怎么做？我想请大公子成全我们，让有情人终成眷属。有情人终成眷属？感情的事情没有对与错，也没有是与非，更不可能拿来做比较。我相信大公子将来一定会是一个好情人、好丈夫的。若曦的心里已经有了一个人，不可能再容下其他的人了。这么说，公主已经下定决心了。没错，如果我不能嫁给世民，虽生犹死。我知道这些话刺痛了大公子，可是我怕我不说出来，我就不可能和世民在一起了。大公子，求你了，求求你成全我们吧。别说了，我答应你们就是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会这么对我？难道我真的不如他吗？大表哥，我找不到二表哥。你找世民是吗？
嗯，我帮你找到。好，世民，世民，你在哪？你快出来呀！你已经可以当驸马了，你快出来呀，世民！你别躲了，出来！世民，怎么大表哥也疯了？哎呦！远处的那个门叫什么名字？玄武门。哦，怎么会取这个名字？是我取的。京城大兴宫正门就叫玄武门，那可是皇宫的北门。元吉公子为太原城门也取这名字，真有意思。将来我们攻打长安，我们的大军就从玄武门进去，那才更有意思。公主大婚日期就快到了，元吉公子要把握住时机呀。我知道，你看，我早就准备好人手，就等时机一到，来个瓮中捉鳖。那元吉公子为何要把人马藏在城外？我不敢调兵过来，是怕打草惊蛇，所以一直埋伏在城外。元吉公子真有大将之风，接下来怎么安排？文静全听元吉公子的。你看，我定了一个调虎离山之计。这是晋阳宫，这是李家。大婚之日，皇上必定会走这条路。到时候，在聊什么呢？聊得那么高兴啊！二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也正想问你这个问题，你跑这来干嘛？我陪刘先生看风景呢。看风景？这些骑兵真是一道好风景啊，一个个精兵悍将啊，不愧是李家的元吉公子一手调教出来的。二哥，别叫我二哥，你连爹的话都不听了，我没你这个弟弟。二公子，是魏征叫你来的吧？不错，他说如果刘先生劝服不了我爹，一定会向元吉下手。什么事都瞒不过这个老魏。元吉公子，既然二公子来了，我们就不必再瞒了。二哥，刘先生的意思，他想说什么，我早就知道了。二公子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元吉，你也这么认为吗？二哥，刘先生说的真的很有道理，我非常赞同。那你问我大哥了吗？大哥忙着跟公主的婚事，都忙昏了头了。我想去找你，可找不到你。一个忠字困住了国公，一个情字困住了大公子。二公子不能再犹豫了。二哥，我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是啊，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二哥，你也同意了？我反对。二哥，你想让爹做曹操吗？那就一不做二不休，杀了皇上，以除后患。嘿，也对。不，我们李家一定会有动作，但这盘棋我们要下得更高更远，所以我要请刘先生不要打草惊蛇，等待最好的时机。二公子，那我们就来个迅雷不及掩耳，如何？二公子，你来干嘛？我到府里找你，到处都找不到，原来你躲在这儿。你有什么事快说吧。等，我先喘口气啊！我刚问了好多人都不知道你在哪儿，后来碰到大公子他……我这有急事。你的事有我急吗？好啊，那你快说。他来干什么？当然是来找二公子了。哎，你还愣在那儿干嘛？公主已经等你半个时辰了。胭脂，你去跟公主说，你找不到我啊。那怎么行啊？公主要是找不到你，她就说让我去什么充军千里，我去充军就充军啊。可是魏先生怎么办？魏先生要是一天没我，他会活不下去的。不行，胭脂，我真的不能去，你快回去吧。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？叫你去见公主，又不是去见母老虎。哎呀，快跟我走啊！胭脂，我不能去。哎呀，二公子，你要是不去见他，你就太没良心了。他为你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。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，二公子，不要再犹豫了，快去吧。你胡说什么？公主是我大哥的。二哥，你怎么能抢大哥的女人呢？哎呀，
呀，二公子，你要是再不去的话，公主就上吊了。她要是上吊，你们谁都别想见到公主啊！二哥，你可千万不能去啊！啊！兄弟之义，二公子如何抉择，都应该坦诚面对。如果只是一味的逃避，只怕误会会越来越深。先生说的没错，我是应该去跟公主把话说清楚。刘先生，你真是好人，哎，快走啊！刘先生，你说二哥见了公主会怎么样？麻烦，大大的麻烦。是你呀？你怎么来了？哼，我是皇上指定的大媒呀，我得保护好我的新郎官，不能让他喝醉了，找不到回家的路啊。新郎官？对不起，找错人了。大公子，你见到公主了？公主和你说了些什么呢？公主让我成全她和市民。那你答应了？我能不答应吗？就算我勉强得到她的人，可是我得不到她的心呢，这有意思吗？大公子啊，你可千万不能怨公主啊！我不怨她，我一点都不怨她，我只怨我自己。上天弄人，又被老天捉弄了一下，真是命苦啊！命苦？哎呀，大公子啊，你说错了，这世上谁也没有你的命好啊！皇上开了金口，钦定你是驸马爷，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啊！可是公主爱的是市民，她想嫁的人是市民呢。哎呀，说的也是啊，要是这个世上没有李世民，那该有多好啊！你什么意思？大公子试想想，如果没有李世民，这世上还有谁来和你抢公主啊？够了！哼！你想用这件事情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感情吗？大公子啊，你千万别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和你一样重情重义。你笑什么？宇文化及啊，我笑你打错算盘了，枉费心机呀！哼，是吗？是。你想借这个机会挑拨我和市民之间的感情，是不是？哼，你别白日做梦了。看来我是看错人了。你是看错人了。我告诉你，兄弟就有手足，可是女人呢，就像衣服是可以换的，可是手足之情，那是永远不会变的。看来这李家的儿子一个比一个高明啊！我经常和别人说，这总有一天，这天下是你李家的天下。说完了吗？如果你说完了，请吧。这话要告诉大公子。说，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我这话不中听，可是极为受用啊！大公子，你这一辈子敌人不是我，不是窦建德，不是王世充，而是李世民。
公主，我把二公子带来了。嘿，来，公主啊，可不能怪我让你等那么久啊。是二公子啊，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，我怎么找都找不到他呢。胭脂，辛苦你了。公主，你知道吗？二公子知道你要来，他整个人呐就高兴的傻住了呢。胭脂，你可以先出去了。啊，公主啊，你要记得有什么话要说出来，别放在心里面，不要跟我一样。跟你一样？是啊，我就是把所有的话都放在心里面，结果没想到魏先生他有媳妇儿了。胭脂，我和公主有心里话要说，你能不能……行，我不说了，你们说吧。你不要杵在这儿。表哥啊，我是帮你敲边鼓，你知不知道？胭脂，外面呢一定会有人偷听，你帮我一个忙，出去把风好不好？哦，对，肯定会有人偷听的，我帮你把风。公主啊，你要记得，有什么话呢要说出来，别放在心里面啊。我去把风了，谢谢你啊。快说啊。世民，你大哥刚刚来过。大哥来了？那你们……我跟他说，今生今世非你不嫁。公主，如果我们不能白头到老的话，我宁愿终身不嫁。皇上赐婚的诏书已经写了我大哥的名字了。改，我会让父皇把驸马的名字改成李世民。求他就会改。一起去？我在这儿等你，就是想让你陪我一起去求父皇。父皇他说过，他说他很喜欢你，而且我又是他最喜欢的女儿，我们一起去求，他总不会拒绝的。可是，世民，你到底在怕什么？难道你一点都不在乎我？你不爱我了？不，若曦，我爱你，我真的很爱你。世民，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失望的。你看，这是你写的字，我一直把它放在身上呢。晚上睡不着的时候，我就会把它拿出来看。我希望你的心就像这几个字一样坚定。我希望这就是我们的未来，若幻若真，惜情惜意。胭脂，你哭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好了，别哭。好感动啊！什么事这么感动？快说啊！公主啊！公主？她怎么来了？那二公子在里面？是我把二公子叫来的。哎呀，你干嘛那么多事啊？才不是多事呢！你不知道，他们两个的感情好浪漫，好感动。你别胡说了，我才没有胡说呢！你知不知道，他们俩是因为我才认识的。再怎么说起来，我也算是一个大媒人。你别再乱说了，公主啊是要嫁给大公子的，不是二公子。
可是公主现在要求二公子陪她去皇上那边，要求皇上改诏呢。什么改诏？是啊，虽然二公子他不同意，但是公主呢就把二公子以前写给她的情书。大公子呢？大公子他好像在书房啊。大公子，你在烧什么？我在烧我的喜帖。驸马李建成，驸马李建成。大公子，你不能这么做的。龙儿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的心情像这些喜帖一样，都烧成了灰。哎呀，公主来找二公子了。公主来找她的新驸马了。龙儿，你替我送壶喜酒给他们。公主要二公子陪她去见皇上，求皇上改诏啊！大公子，你还坐在这干什么？你赶快去阻止他们啊！阻止？我怎么阻止？公主爱的是世民，我凭什么阻止？哎呀，大公子，你忘了你以前说过的话吗？我说过什么？爱一个人就要坚持到底呀！你爱公主，我爱二公子，所以你一定要去阻止他们。可是，我阻止得了吗？你不去试，怎么知道阻止不了呢？你在这唉声叹气，公主是永远不会回到你身边的。你常说爱一个人就要努力的去争取，难道你忘了吗？爱一个人就要去争取？不错，你爱公主，我爱二公子，这是我们做出努力的最后一个机会了。为了心爱的人，谁都不可以放弃。世民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走出这扇门真的那么难吗？我一走出这扇门，我跟大哥的兄弟之情就不存在了。不会的，我不相信李建成是那么小气的人，他肯定会谅解我们的。事情没那么简单。我跟你大哥谈过了，他亲口答应要成全我们的。从小到大，我要的任何一样东西，他都一定会让给我的。我又不是东西。你是女神，是人世间最美丽的梦。可是现在，我要亲手把我大哥的这个美梦给粉碎了。世民，我尊重，也能够理解你对你大哥的这份情谊。可是我要跟你说的是，对于李建成来说，我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。既然是梦，那就不是真实的，就应该早点醒过来。可是，我对你来说，我是真实的，我不是梦。我现在就在你的面前，我渴望你爱我，也真心的爱你。